我们采用我们的种植袋做的机制栽培种植的草莓番茄，现在已经开始成熟了。我们摘一个，来测一下它的一个糖度是多少。这是第一茬果啊，你看它这个汁水啊，非常的充足，基本上是在8.0以上，8.3、8.5这样的一个区间的啊。这个对于草莓柿子来说啊，并不是说特别高，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第一个时间问题，因为这个插口呢，实际上对于草莓番茄来说，不是它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种植时期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这几天连续的一个阴雨天气都会影响，但是现在像达到这种地步呢，我们已经非常满意了，在这个季节。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种这个草莓番茄的时候，除了它的一个糖度、糖酸比以外，我们要注重它的一个香味儿。像这个番茄呢，通过无土栽培的方式去种植的话，它这个香味儿非常充足。就像这2天有朋友过来吃了以后说，这才真正的是小时候那种吃过的番茄。我说的小时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60年代、70年代这一种番茄。欢迎来到付老师团队简易无土栽培基地，我是柴哥。现在有很多朋友啊，计划着去做一些高品质类的瓜果蔬菜。那么在选择栽培模式的时候，往往大家认为无土栽培的这种栽培模式是最不适合做高品质的一些瓜果蔬菜的。实际上这个想法呢是大错特错的，并且这种想法是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的哈。而往往我们在追求我们种植的瓜果蔬菜在高品质这一块的管理当中呢，往往啊无土栽培的模式会更容易一些。实际上我这个草莓番茄在我栽种的第1天，我发的视频里面都有很多朋友的质疑声，像你们种这个口感肯定很差，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开始成熟了，第1穗果开始采收了。在秋茶这种作物当中呢，实际上相信大家应该凡是种过的都知道，是最不适合做口感的，尤其在番茄这一块，因为没有温差嘛，啊，尤其像在我们河南啊、山东、河北啊这些地方。但是我们通过无土栽培的一些管理模式，反而把这个草莓番茄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实际上没有去视频上没法去表达的，其中有一点就是这个番茄的香味儿，这个香味儿非常浓郁啊。过来几个朋友品尝以后都在说这个番茄香味儿非常重。甜味儿有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哈，我通过控水啊、盐分的控制啊等等来调整，但是香味儿实际上很难调整。除了这个品种以外，管理模式在管理上是最关键的了。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想去下一步做高品质的瓜果蔬菜的时候，我个人感觉啊，从我们的管理模式来说，可能无土栽培的方式是最直接、最方便的一种栽培模式了。